们接下来关心是川普在3年来3度遭到枪击，但是到今天为止竟然还可以安然无恙。但是另外也关心在上周末发生的这场枪击，到底是真的枪击案，还是原本就写好的剧本呢？现在阴谋论可以说在全网引爆。当然了，同样时间是不是川普为了救他非常低迷的民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一连串包括了在事前的火力预告，还有现场的枪声，到事后川普说让表演继续 ，Let the show go on， 到底是真实的预习的政治意外？到底是真的预习，还是一个政治的包装的一个选战脚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另外，我们来看到在枪击案发生的时候，特勤的反应非常的快，撤离的顺序，甚至川普仍然被允许可以停留在上面一小段的时间，真的符合总统的维安标准流程吗？现在也备受讨论。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在川普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是选民对他的支持率如此低迷之际，有没有可能这个预习事件是写好的剧本来救自己的民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呢，在这一起枪击案爆发之后，现在各种的阴谋论在一起，尤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节，会觉得是不是怪怪的？因为呢，在枪击案发生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发言人怎么说？他说今晚会是火力四射，而且非常有趣且娱乐性十足的一个晚上。川普则是说呢，让表演继续哦。这个是事后他在这场枪击案发生之后还这样说，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件事情有一点吊诡。看看网友怎么说，他们认为说这就像一场安排好的政治秀，根本就是摆拍啊！枪声响起的时候，特勤局居然还可以让川普短暂的坐在那边，还打算让他继续演讲，到底怎么回事呢？俄罗斯媒体就直接酸了，根本就是川普为了自己的支持率在这边自导自演吧。同时间大家也在看说，是不是为了川普要救自己的民调？同时呢，川普跟共和党现在不是面临各种危机吗？尤其呢，77%的选民认为油价不断的飙升，他们认为川普要负责。那么还有就是82%的选民认为通膨实在太严重了，许多的选民更认为现在美国的经济非常的差。更多的选民是58%选民不会投给支持发动战争的候选人，同时共和党也不断的跟川普来做一个切割，在金钱上大家也是损失惨重，尤其就是川普币这件事情，从包括了今年的高点，去年的高点，1月的高点75美元暴跌了96%，到现在只剩下2.6美元了，投资人叫苦。再来看到的是川普家族路透社的报道，在这当中，战争期间狂捞了超过10亿美元，那么人民则是惨遭亏损。他们认为这根本就是权贵自己趁机在这场战争当中不断的获利，这可能是川普自导自演的一场剧吗？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当然啦，就是外界会认为说，川普这一次面临到这个枪手的意图暗杀这件事情啊，那么通常如果发生在各国啦，就是常理来讲，当然会凝聚到全民的这个向心力啊，然后呢，得到大家的这个同情，然后呢，被暗杀的对象的声望会大幅的提升哦。那我们光看一个地方就好了，光看那个哈米尼当时在被斩首之后，哈米尼就立刻变成伊朗的英雄跟烈士哦。对，在没有被斩首之前，伊朗还是有强大的反哈米尼的力量嘛。可是当他殉教之后，就所有反哈米尼的力量就被所谓的聚集效应整个都集中，这个重新调整过来了。所以呢，当然外界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川普自己本身哦，先姑且不讲说这一场是不是他自导自演啊，但是有一点哦，我觉得他是一个最大的败笔。就是不是你自导自演，你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造势也无可厚非，不过不要表现得这么明显。他现在就是表现得太明显了，我认为是不是他自导自演，这个我可能会暂时把它排除。可是我觉得他想利用这样的一次危机来作秀，这个心态太强烈了，所以他才会讲说 Let the show go on，然后你变成让大家都听到了。所以呢，本来呢，你如果很自然的表达出来你的英勇的态度跟立场也就算了，可是因为你讲了这句话哦，又在那里跟这个维安人员又有一度的这个讨论，所以你当然就会让外界就觉得说，这个我到底为什么要同情你呢？就是你也毫发无伤啊，结果你还想要利用这次的事情来造势。
那当然，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当然民众是有同情心的，我相信美国人民也有同情心。可是因为川普在过去这段时间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具争议性了，他所做的事情让外界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总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叫民众把他的同情心给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政治领袖。这个转移恐怕没有这么容易了哦，就因为毕竟我说过，川普没有受伤哦，他不像上次他耳朵还被射穿了，他现在是毫发无伤的情况之下，民众的同情心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凝聚在这个聚焦在川普的身上。那再讲，川普给美国民众现在有一个很不良的印象，就他们会觉得川普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就你就是个乱源啊，所以呢，为什么后来你看到这个事后的一些民调，58%的民众显然没有同情川普，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所有的 trouble 都是你造成的，国际的问题、国内的问题，不都是你一个人干出来的吗？所以麻烦是你惹的哦，那你今天面临到这个对你有仇恨的人来暗杀你哦，试图伤害你。但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就国内原本可以不要这么乱的，全球也可以不要这么乱所以川普自己被塑造成为一个 trouble maker， 那就更难这个达到所谓的聚集效应了那更不要讲说川普现在有太多弊案在身上了。你先不要讲说这个相关的这些丑闻了，你就光讲说他在这一段时间他有没有操纵股市，他有没有操纵这个加密货币。这些东西都在这个调查跟报道的当中，让更多的民众都看到了。所以我当然认为说，川普可能会认为，或者是原本外界会预期会有所谓的聚集效应，因为这件事情川普就顺利过关了，然后呢，他又可以重新得到这个民众的认可，或者是在同情心的驱使之下，他的民调可以从这个30几%反弹上来。但是显然这几天看起来并没有这样的效果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一切都是川普自己搞砸了。好，不管川普是不是自导自演，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发生的枪击案之后补了这一句，让这一场戏继续上演。那让外界质疑说，你还是在这边看好戏的心态，甚至想要借由这一场枪击案为自己的政治做宣传铺路。但是我们再来回到有关于阴谋案这件事情，因为呢，当时的撤离现场有点怪怪的。根据了解是副总统范斯先撤离的，大家在看说这样到底是否合理呢？那为什么就是听到枪声的时候，川普还可以短暂的时间留在台上一阵子，甚至好像不用立刻的去做撤离？大家也在看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怪怪的？到底有没有符合所谓特勤的流程？那吕县长怎么看？如果我们来看也就是有关于白宫发言人李维特他讲说有关于这个火力四射的部分其实讲的应该不是枪支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李维特本人以及川普本人一天到晚指这些媒体 fake news， 那既然大家都齐聚一堂了，那可能会有言语上面的火力四射那我们来看这个是完整的一个白宫记者联谊会的一个会场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箭头下面指的这位其实就是川普，那在白色箭头指的下面这一位呢，也就是范斯。那他们是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其实这个位置很重要，因为跟我们现在接下来会看到的这个画面有关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其实也就是范斯离开了，范斯离开的时候，川普在干嘛？川普坐着看范斯的离开，看着范斯的背影而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对这个特勤有太多的怀疑，因为特勤早就已经在这个前后左右都已经就位了。那为什么川普没有这么快速的走呢？其实我们这样讲我们如果跟着，因为这都媒体在场，所以拍摄的非常完整我们看到之前会在那边 fight USA 的这个川普，这次为什么没有？因为其实他离开的时候还摔了一跤。那现在有很多人怀疑川普他的一个身体的状况。那这一次是不是从这一摔那其实他就已经隐含着他已经不能够像他竞选的时候所可以临场反应，而且他在走路的过程，其实这一些一定都是特勤安排好的。那至于先后的部分，那就是最起人疑窦的部分，那也就是他的脚是不是有问题，早就知道，所以
大家看到，既然场面已经控制了，范斯先拉走，然后接下来那个还是让川普总统按部就班的慢慢走。结果没想到他慢慢走还摔了一跤。那至于民调的部分啊，我们来看啊，这是上面这张是这个经济学人的部分啊，那他最后的这一个做的时间是4月19日，我们看到它继续的下跌了那个17个百分点。那其实如果我们看经济的部分更为明显啊，那这个是川普第一任的状况，那这中间蓝色的其实也就是拜登的部分。可是如果我们看这川普第二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里有一个直坠那个下掉的那个现象，这是什么时候？这就是2月28号那个开始打仗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当你的国家开始作战的时候，实际上来讲，你就不能够把你的全部的预算用于人民、用于经济投资，反而通通用去买武器。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我们回头来看，川普这一次如果是一个阴谋，如果是一个假旗行动，他其实并不成功。也就是他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一个与伊朗的战争中有一个妥善的一个出场的方式的话，其实他的第二任不是第二任啊，是他的期中选举之后非常令人堪忧。好，不管是不是假旗行动，但是我们看到3年内3次川普都遭遇到类似的事件，枪击案。那他是不是也想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因为他之前一直打造说自己就是天选之人，是不是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枪击案来打造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那杨老师又怎么看？他这次不是天选之人了，他上一次右耳被擦伤的时候，感觉上塑造出选举的天选之人，他也因此当选。但这一次他荒腔走板，反而凸显了那个枪手他的资历、诉求、背景。连川普在当天晚上接受 NBC 的60分钟的专访，对，那个主持人，就问他 O'Donnell， 就问他拿了一个枪手所写的内容，指控川普是一些不好的字眼。那川普当场就很生气，就翻脸，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公开的在电视上来质疑我这个东西？那就开始在骂他可耻，所以媒体对他也不客气，那他也对媒体不客气，所以就变成一个公关的灾难，媒体的灾难。然后呢，他又开始在讲说我要一个大宴会厅，那人家都会想到这个大宴会厅就是像是海湖山庄一样嘛，就这个人很喜欢黄金的，然后呢，然后他又把那个公布出来这些事情，所以我是觉得他的处理真的是不太好，然后反而是凸显了这个枪手31岁，加州理工学院毕业，那不是一般的学校啊，然后呢是一个天才型的，但是他是有一个诉求，支持民主党。现在整个川普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36%左右，反对他大概是50%、52%。但是呢，如果你看年龄层来分的话，30岁以下的70%，全美不管你是靠哪一个党，70%的年轻人反对他。然后现在在各地所做的就是初选，德州的初选，民主党是温和民主党当选，但是呢，在有一个地方叫做就是伊利诺州的第9选区，这个选区叫 AIPAC， 那是犹太游说集团。其实好多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竞选都拿这个集团的钱。那这个集团在这个伊利诺第9选区花了540万美元，400万在支持他们喜欢的那个，140万呢在不断的做负面的广告，批评就是反以色列政府，支持巴勒斯坦跟伊朗的民主党的候选人。结果他那个是州参议员的选举，结果州参议员选举出来，那个民主党人胜了。所以 AIPAC 犹太的集团花了540万美元，不可能。现在整个美国这个氛围在转变，因为他看到整个加沙战争到黎巴嫩南部以及对伊朗，
你这个都是在屠杀，然后没有道理去攻击别的国家，然后造成自己油价高、经济不好，年轻人受不了，到处都在 No Kings 的抗议，然后呢再加上艾滋啊、移民啊各个层面，这个川普已经有一点像是疫情刚来的时候啊，一定真的是荒腔走板了。我觉得接下来他可能会越演越差啊。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还说要吃那个杀虫液，然后呢，那个洗衣剂还可以这个杀这个 COVID 的那个 virus， 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会不会讲出一种很荒唐的话，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的整个美国的国内的氛围是往这方面走，而这一次的暗杀他又处理不好，那反而让大家更加的这个对他的这个仇恨值就会更加的高。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